各位，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经历过科学根本没办法解释的怪事？很多人只要一碰到这些事，第一反应就是六神无主。比如什么呢？比如你发现自己的第六感准得吓人，心里刚觉得不对劲，没多久竟然真的出事了。又或者走到某些陌生的老地方，身体会莫名其妙的头晕胸闷。再不然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到了傍晚总是指着空荡荡的房间哭闹。各位，我今天就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怪力乱神，也绝对不是生病了，这其实是老天爷赏给你的特殊体质。这是你身上的气场和频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咔啦一下刚好跟另外一个空间的磁场重叠接通了。你的身体啊本身就是一根极其敏锐的隐形天线，只是你自己不懂得怎么用，白白被吓到了罢了。所以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总结了6种最典型的通灵体质特征，大家现在就竖起耳朵仔细听好了，在心里默默对照一下，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到底中了几条。我敢说，只要你身上出现过这6项里的任何一项，就代表你天生的灵觉绝对比一般人厉害得多。不过你千万别怕，今天我不但要帮你解开这背后的玄机，更要帮你彻底破除心里的恐惧。大家准备好了吗？打铁趁热，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做神游太虚的实境梦境。大家仔细回想一下，看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这种怪事。我们普通人做梦是什么感觉？往往是迷迷糊糊颠三倒四的。比如你梦见自己在菜市场买高丽菜，一转眼又梦见自己在天上飞。醒来之后呢，你坐在床沿抓抓头发发个呆，只记得个大概。等你进浴室刷个牙洗把脸的空档，这个梦嗖的一下就忘了一干二净，连个渣都不剩。现在的科学怎么解释？他们说这是你白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大脑到了晚上在清理垃圾，这说法也没有错啦。但是如果你身上带有通灵体质，你的那根隐形天线比别人长，那你做出来的梦完全是另一个层级，那简直就是身临其境的实境电影。你会发现你在梦里不仅看得清清楚楚，连别人脸上的皱纹衣服上的花纹都看得见。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你甚至能感觉到冷热痛痒的触觉，你能闻到极其刺鼻的气味。你在梦里如果是跑着跑着摔了一跤，醒来之后你的膝盖骨可能真的都在隐隐作痛。在我们正统玄学和易经里，这种现象根本不叫做梦。这4个字你们记好了，这叫神游太虚。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躺在床上睡着以后，你大脑原本那种死死防守的意识彻底放松了。这个时候你身体表面那层防卫的能量场降到了最低点，你的灵魂你的神识处于一种非常放松非常游离的状态。各位，你们要知道，灵体所处的那个阴界空间跟我们睡觉时的梦境空间其实距离非常非常近，中间只隔着一层很薄很薄像沾了水的宣纸一样的窗户纸。如果你是一个气场极其敏感的人，你的灵魂在夜里游荡时扑了一下就很容易穿透这层窗户纸，直接跨界接收到另一个维度传来的紧急讯号。我给你们讲个让我印象极深的真实案例。大概是一个梅雨季节，台北连着下了1个多礼拜的暴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我有个病人叫阿信，那年快60岁了。阿信平时身体硬朗得很，每天早上还要去大安森林公园打太极拳。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平时非常铁齿，你要是跟他讲什么神啊鬼的，他绝对要在鼻孔里哼一声，说你迷信。结果有一天早上，外头雨下得正大，阿信连伞都没撑好，浑身湿漉漉，脸色铁青的跑来找我。一进门连雨衣都顾不上脱，手还在发抖，端着我给他倒了热茶直哆嗦，跟我说，尼斯啊，不得了了，我连着3天做同一个噩梦，我快要崩溃了。我赶紧让他坐下，问他到底梦见什么了，能把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吓成这样。原来他是梦见了他过世10多年的老父亲。在梦境里，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又黑又湿的泥土洞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的滴答滴答的往下漏着冰冷的水。他就借着一点点微弱的光，看到他老父亲缩在一个烂泥角落里，浑身上下冻得直发抖，嘴唇都发紫了。阿信在梦里心疼啊，赶紧跑过去喊了一声，爸，你怎么在这儿啊？他父亲抬起头，满脸痛苦的皱纹，突然伸出一只干枯的手，一把死死拉住阿信的手腕，哭着哀嚎，阿信啊，我好冷啊，
我背上全都是水啊，快救救我啊！阿信讲到这里，整个人坐在我的沙发上，控制不住的打了一个冷颤。他跟我说，尼斯，你知道吗？那个梦太真了，我不仅看清了我爸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最可怕的是，当他在梦里抓着我手腕的时候，那种冰凉刺骨，就像刚从冷冻库里拿出来的冰块直接贴在肉上一样的感觉。我半夜惊醒以后，手腕上都还觉得寒气逼人，甚至有一圈红印子。阿信脸色更难看了，接着说，我甚至在那个梦里清清楚楚地闻到了一股烂泥巴发霉发臭的味道。我今天早上起来用那种强力肥皂把手腕足足洗了3遍，但我只要一抬手，仿佛还是觉得能闻到那股让人作呕的霉味。你们听听，触觉的冰冷感，视觉的清晰度，嗅觉的发霉味，全都有了。这能是一般的梦吗？当时阿信半夜惊醒，他老婆翻了个身，打了个哈欠说，哎呀，你就是最近下雨天风湿关节痛，加上晚上可能吃错了东西，肠胃不舒服引发的噩梦啦。明天去巷口诊所拿点安眠药吃一吃就好了。我听完直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说，吃什么安眠药？这是你过世的老父亲在用他仅存的磁场强行跨界，拿命在给你发求救信号啊！我马上站起来指着他，你今天太极拳也别打了，立刻回家拿把铁锹，带上你弟弟，马上上山去你家祖坟看看，去晚了要出大事。阿信本来很铁齿，但那梦里的感觉实在太真实太痛苦了。他半信半疑，叫上他弟弟，冒着大雨就赶到了山上的墓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到了他父亲的坟头一看，全明白了，真相大白。因为前阵子连续下暴雨，坟墓后方的排水沟被山上掉下来的枯树枝和冲下来的烂泥彻底堵死了，积水排不出去，加上地势低洼，水全部顺着坟头的裂缝倒灌渗进了墓室里。他们赶紧找来工人，冒雨小心翼翼地把墓地挖开一点检查，手电筒往里面一照，里面的棺木后半截，也就是他父亲躺着的时候背部靠着的那个位置，整个全泡在又臭又脏的烂泥水里。那股从墓室里飘出来的发霉烂泥味跟阿信在梦里闻到的一模一样，一分不差。哎呀，阿信当时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在坟前跪下来了，捶着胸口嚎啕大哭啊，爸，儿子不孝啊，让你受苦了。各位，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你说这是巧合吗？现在的医学能解释他梦里闻到的那股绝对真实的烂泥发霉味吗？能解释他手腕上感受到的那种冰冷感吗？根本解释不了的。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如果你拥有这种通灵体质，你的灵魂频率能够在睡眠这种毫不设防的纯粹状态下，精准的与灵界的磁场产生共振，你不仅能看到，你还能接收到另一个空间真实的物理感受。有些人不仅能梦到祖先求救，甚至能从这种五官感觉极其强烈的梦境中，提前预知到未来几天家里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准确的接收到过世亲人交代的重要遗言，连放在哪个抽屉里的存折密码都能梦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经常做这种五官感觉极其强烈，真实到让你醒来以后大汗淋漓，记忆犹新的梦，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衰弱。在排除确切的身体器质性病变后，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你要知道，你的体质绝对比一般人要通透得多，这往往是灵界或者是你们家保佑你的祖先在通过你这根极其敏锐的天线向你传达极其重要的求救或者警告信息。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回想梦里的细节，往往能帮你避开大灾大难。各位，刚才讲了梦境，但接下来这第二个特征，我要讲讲大半夜你极度疲劳时亲眼看到的画面。我给你们举个真实的例子，这件事我印象太深刻了。有年冬天，我的邻居王大姐的丈夫因为急性胃出血住院，住的是那种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医院。王大姐心疼得不得了，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连着整整5个晚上，她就缩在病床旁边那张又硬又窄的折叠帆布椅上。只要晚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仪器滴答响一下，她就会马上惊醒。各位，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50多岁的王大姐连续5个晚上没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那身体早就透支到了极点，整个人走路都轻飘飘的，脚步浮浮的。出事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半夜凌晨3点多。各位，你们注意这个时间点，这在我们易经12时辰里，
这叫寅时，这是一天当中夜最深、阴气极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地间阴阳两界的界限就像一层沾了水的薄宣纸，一捅就破，空间磁场是极其不稳定的。当时王大姐口干舌燥的渴醒了，拿着不锈钢的保温杯，准备去走廊尽头的茶水间装点热水。那老医院的走廊大半夜的空空荡荡，头顶上惨白的日光灯有些年头了，还一闪一闪的发出吱吱的电流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王大姐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到楼梯口，转个弯就是茶水间。突然她眼角的余光瞥见楼梯平台往下走半层的那个阴暗角落里蹲着一个人，那是一个穿着灰扑扑老式条纹病人服的女人。那女人背对着王大姐，面朝墙壁，肩膀一抽一抽的，好像在极其压抑的哭泣。在这空荡荡的楼梯间里，看着人心里直发毛。王大姐这人心善啊，她以为是哪个病房的病患半夜疼得受不了，躲在这里哭，她就壮着胆子轻声问了一句：小姐啊，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就在王大姐想靠近看看情况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停止了哭声，回头看着她。各位，王大姐后来坐在我面前跟我形容的时候，整个人控制不住的发抖。她说那个女人的脸惨白惨白的，透着一股极其骇人的死气，就那么直勾勾的对着她。就在这一瞬间，一阵极其冰冷的阴风从楼梯底下猛地窜上来，顺着王大姐的裤腿直往骨头缝里钻。王大姐顿时觉得头皮炸裂，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起了一层，心脏咯噔一下像是停跳了半拍。她吓得闭上眼睛，等她慌乱中揉揉眼睛，倒抽一口凉气，再定睛一看的时候，各位，那个角落空空荡荡，哪里有什么穿条纹衣服的女人？王大姐连忙逃回了病房，钻进被窝里抖了一整宿。第二天一早，直接烧到了39度半。医生推推眼镜，轻描淡写的说：哎呀，家属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加上半夜走廊风大，着凉感冒了，眼花也是正常的啦。我当时听王大姐讲完，严肃地告诉她，那根本不是你眼花。为什么？听我给你们讲透这背后的玄机。我们人活在这世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口阳气。我们健康精神饱满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层看不见摸不着但极其强大的能量罩，我们道家管这叫护体罡气。这层罡气就像金钟罩一样，把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低频磁场阴晦之气全都挡在外面。可是像王大姐这样连续几天几夜熬夜，极度疲劳，心里又焦虑的时候，她体内的阳火已经跌到了谷底，她身体外面的那层护体罡气直接破了一个大洞。在那个阴气极重的老医院楼梯间，在凌晨3点那个磁场最诡异的时刻，外面的阴冷磁场趁虚而入。王大姐因为身体极度虚弱，她的脑电波频率被瞬间拉低，短暂的极其精准的跟那个医院里常年游荡的低频能量场重叠了，咔啦一下频道对上了，所以她才会真真切切的像看电影一样捕捉到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影像。不仅是我们这些大人在极度疲惫的时候会碰到，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家里如果带过7岁以下的金孙小乖孙，是不是也常常遇到小孩在傍晚时分突然指着空荡荡的角落说：阿莫，那个穿白衣服的阿伯一直看着我们笑。你们很多大人不懂，就会骂小孩撒谎，千万不要骂，因为小孩子在7岁以前，他头顶上的天灵盖还没完全闭合，他们身上的阳气虽然纯粹，但非常发散，等于是一台天线全开的超级收音机，本身就极其容易接收到跨界的讯号。所以啊，各位，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经常能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黑影像，不要马上就跑到眼科去挂号，更不要去骂小孩子神经病。这其实是老天爷在捏着你的耳朵警告你，你的体质天生就比别人敏感，而你现在的气场已经变弱了，防卫网破洞了，你必须要赶紧把阳气补回来，早点睡觉，多去晒晒早晨10点的太阳，那些阴暗潮湿的风水死角千万要绕着走。各位，刚才讲的医院黑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离自己有点远，或者觉得太吓人了，但接下来这第3个特征，尼斯保证你们听了不但不会害怕，反而会觉得无比的酸楚和感动，因为这牵扯到我们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东西，也就是亲情。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在你深爱的人或者是至亲长辈，哪怕是跟你相伴的大半辈子，
吵了大半辈子的老伴过世之后，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根本无法用你们那点微薄的科学常识去解释的奇异经历？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人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叫做人死如灯灭。他们觉得人只要在医院的病床上断了气，什么灵魂什么神识都不存在。我今天就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毫不客气地讲，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太铁齿。在我眼里，人是由形和神组成的。肉体这个形就像一件穿了几十年的旧衣服，衣服穿烂了不能用了，必须要脱下来。但是那个神识，那一团极其纯粹的能量气场，它是绝对不会在断气的那一瞬间就马上消散的，它还会在这世间停留。特别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者像你们这样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的老夫妻，在我们易经里这叫什么？这叫同气相求。讲白一点，这就叫血脉相连。你们的基因是一样的，你们天天睡在同一张床上，吃同一锅饭，你们身上的气场频率早就在这几十年的柴米油盐里死死地缠绕成了一种最深层最强烈的羁绊，切都切不断。当其中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这个沉重痛苦的肉体束缚时，他的灵魂在头几天是处于一种极其轻盈极其自由的电磁能量状态。那你们想一想，他脱离肉体后最先想去看的最容易产生磁场感应的会是谁？绝对是那个跟他频率最接近，他心里最放不下的至亲老伴或者儿女啊。我给你们讲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无比震撼又无比感动的真实案例。高雄左营有一位王阿莫，他跟老伴感情极好，两人一辈子没红过脸。可惜老伴到了晚年得了肺腺癌晚期，最后那几个月被折腾得骨瘦如柴。老伴走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凄凉的小雨，王阿莫就一个人拉着老伴干瘦冰凉的手，在医院冷冰冰的加护病房里守着。半夜里，心电图机突然发出长长的滴的一声，原本起伏的波浪线彻底变成了一条死寂的直线。老伴咽气了，王阿莫当时心痛得无法呼吸，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电子钟，时间清清楚楚，刚好是半夜2点15分。王阿莫当时哭的那是死去活来，眼泪鼻涕流了一脸，简直要把心肝脾肺肾都给哭断了。后来好不容易在亲戚的帮忙下把火化念经这些后事处理完，过了几天，王阿莫拖着疲惫不堪仿佛老了10岁的身体回到家，结果一推开那个熟悉的老旧大门，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王阿莫家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有些年头的老式发条摇摆钟，下面有个黄铜的钟摆，这钟平时滴答滴答走得准准的，老伴生前每天都要亲自去上发条。可是那天王阿莫一进门就觉得屋子里安静的可怕，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他竟然听不到那个熟悉的钟摆声音了。他满心疑惑的抬头一看，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都要倒流了，手里的钥匙啪嗒一声掉在地上。那个老式摇摆钟的钟摆不仅死死的停住了，而且上面的黑色时针和分针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的按住了一样，死死的卡在一个时间上。半夜2点15分，1分不差，刚好就是他老伴在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精确时间。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不仅如此，事情还没完。到了头七那一天，也就是老伴过世第7天的傍晚，王阿莫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发呆，看着茶几上老伴那张带着笑容的黑白遗照，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家里没有其他人，大门的防盗门关得死死的，怕进蚊子，纱窗也都拉上了。突然之间，王阿莫清清楚楚地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烟味。那是什么味道？各位，那是台湾老牌子长寿烟的味道。王阿莫的老伴生前是个老烟枪，抽了一辈子黄壳子的长寿烟。可是自从他生病住院以后，家里已经整整半年没有出现过半点烟味了，烟灰缸早就洗得干干净净收起来了。那股长寿烟的味道极其真实，极其醇厚，根本不是从外面飘进来的。它就像是老伴正像平时那样坐在王阿莫的旁边沙发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在他的鼻子周围，那烟味就在他的鼻尖上绕来绕去，久久不散。紧接着扑棱棱的声音响起，一只足足有半个巴掌那么大的黑褐色大飞蛾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或者说是从哪个根本不可能进来的缝隙里
扑腾扑腾地飞了进来。它飞进来之后，既不去扑天花板上明亮的日光灯，也不往纱窗上撞，而是径直的毫不犹豫的飞到了供桌上，直挺挺的停在了老伴遗照的那个黑木相框的正上方，一停就是一整个晚上。王阿莫后来拿手去赶，他都不走。这时候王阿莫的儿子从外面办完事回来，看到这只大飞蛾和停摆的钟，在一旁吓得脸色发白，还在那边硬撑着找科学理由。妈，你别乱想，别自己吓自己，这钟肯定是发条刚好松了坏掉了啦，那烟味绝对是楼下邻居在阳台抽烟顺着厕所抽风机飘上来的巧合啦。王阿莫半信半疑，心里乱得很，流着眼泪跑来台北问我。我当时一听他儿子讲的那些话，一把无名火直接冒上来，指着他儿子的鼻子就骂，少在那边用你那点可怜的常识瞎掰，你懂个屁。这就是你爸头七回来看你妈了。各位，你们竖起耳朵听我给你们解开这其中的天机。第一，为什么那个发条钟早不停晚不停，偏偏会死死地停在2点15分？我刚才说过了，灵魂脱离肉体后，它是一股极其纯粹的电磁能量场。当他老伴咽气的那一瞬间，他心里对王阿莫有极其强烈的不舍和执念，这股执念在灵界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脉冲，这股脉冲瞬间跨越了空间的距离，直接回到了他生前最熟悉的家里，直接干扰了家里那个属于他的环境里最脆弱的带有磁场的机械齿轮。所以钟被磁场卡死了，停了，这不是迷信，这是跨维度的物理现象，是极其强烈的磁场干扰。第二，为什么会闻到长寿烟的味道？你真以为有鬼在抽烟吗？错，那是亡魂在用他生前最深刻的记忆频率，直接投射到了王阿莫异常敏感的嗅觉神经上。因为王阿莫的体质本来就敏锐，再加上极度悲伤，身上的防卫罡气全开，没有设防，他就像一个全功率接收的雷达，完全接收到了老伴传来的脑电波频率，所以那烟味只绕了他鼻尖上。第三，至于那只赶不走的大飞蛾，我们正统玄学里讲得很清楚，昆虫这种低等生物，它们的脑容量极小，脑电波极弱，所以它们是对灵界微弱磁场最敏感，也是最容易被借用的载体。过世亲人的那一缕神识，因为能量已经很微弱了，不足以显化成人形，它就只能附着在飞蛾身上，就是为了借着飞蛾的那双复眼飞回来看他最放不下的老伴最后一眼啊！如果你在亲人过世后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比如明明家里没人，你却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在你耳边叫你的小名，或者在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闻到他生前常用的那种酸痛膏药味，熟悉的洗发精味，又或者家里的电灯在那几天总是莫名其妙的闪烁。各位好朋友，听尼氏一句掏心掏肺的劝，千万不要害怕，更不要觉得家里是有什么阴气重闹鬼了，那是你命里自带的通灵体质，是你身上那份特殊的天线，让你有幸接收到了亲人最后一次的道别。这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一种极其难得的福分。这代表你们夫妻之间、亲人之间的感情羁绊深到了连冰冷的生死界限都切不断的程度，这是真爱啊！遇到这种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吃安眠药，也不是去花冤枉钱请道士来家里乱做法，你要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不要慌张，在心里默默的坚定的跟他说，老伴或者爸妈，你的心意我收到了，你来看我了，对不对？你放心走吧，跟着前面明亮的光走，不要有牵挂，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我会帮你把儿孙看顾好。你的气一旦顺了，你不害怕了，释怀了，他那残留的神识收到了你平安的讯号，自然就放下了执念，安心去他该去的另一个维度轮回了。各位，讲到这里，大家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前面3个讲的都是看不见的感应，接下来的第4点就是实打实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影片已经过半，如果你前面都没中，务必耐心听完，后面3个我要带你们回到现实，讲讲你实打实摸得着的东西，看看你的身体会有多诚实。你仔细听听，自己大白天出去散步闲晃的时候，有没有碰过这种邪门的事？当你跟着那种游览车进香团，或者自己一个人走进一个历史很久远的古迹，比如那种几百年的老庙，乡下那种好多年没人住，砖头都发黑的破旧三合院，又或者
周末你闲着没事去逛那种卖古董、卖老物件的跳蚤市场的时候，本来你这人在外面走得好好的，精神百倍，还能跟旁边的人有说有笑。可是当你一脚跨进那个老宅子高高的木门槛，或者你的手刚刚摸到那个古董花瓶，摸到那件老木头家具的时候，突然之间没来由的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接着就是胸口闷得像被压了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怎么喘气都觉得吸不到氧气，憋得满脸通红。更有甚者，你会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心里毫无征兆地涌起一股极度悲伤、极度委屈的感觉，有一种控制不住想掉眼泪的冲动。很多人碰到这种状况，第一反应是什么？一边大口喘气，一边拍胸口，跟旁边的人说：哎呀，我肯定是今天没吃降压药，高血压犯的。或者说：哎呦，这老房子里灰尘太多，空气太闷，里面缺氧啦，我低血糖头晕啦，我今天在这边要毫不客气地骂醒你，你少在那边自己骗自己了。你凭良心讲，你平时去那种人挤人的菜市场买高丽菜，去百货公司地下美食街吹冷气凑热闹，那边人比这里多10倍，你怎么不觉得闷？你怎么不觉得晕？怎么偏偏一跨进那个老宅子，偏偏手一摸到那个老物件，你的身体马上就像触电一样起了这么大的生理反应？在我们正统的易经和风水学里，根本不叫缺氧，也不叫高血压，这叫做磁场共振。我们台湾民间有一句最通俗的老话，叫做物久成精。各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活生生会喘气的人，猫狗这些动物才有磁场。错，老祖宗讲过，天地万物都是有气的。那些年代久远的木头家具、玉器、铜器，甚至老宅子里的那一砖一瓦，他们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长河里，默默地待在那里，吸收了多少代人的喜怒哀乐。特别是木头和玉石这两种东西，在我们风水上是最容易吸附灵气和阴气的介质。木头原本是活的树木砍下来的，它上面有无数细小的毛细孔，它是会呼吸的。玉石呢，埋在地底下千万年，它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能量储存器，它们上面附着了极其强烈的上一任或者上几任主人日积月累残存下来的情绪磁场。我给你们讲个极其典型的真实案例，听完你们以后买东西绝对不敢乱碰。台北大稻埕那边有个林阿莫，林阿莫早年做点小生意，现在退休了，手头比较宽裕，他就喜欢逛逛老街，去古董市场收集点有年代感的老物件，觉得摆在家里有气质。有一次周末，他女儿开车载他去逛跳蚤市场，林阿莫眼睛尖一眼就看中了一个摆在角落里的老红木雕花梳妆台。哎呀，那个做工真是漂亮，红木的料子极其扎实，上面雕着喜鹊登梅的花纹，虽然镶在上面的那面椭圆形玻璃镜子稍微有点雾蒙蒙，泛着水银掉色的黄斑，但是木头的质感极好。最关键的是，那个老板开出来的价格便宜的让人觉得简直是捡到了大宝。林阿莫欢天喜地的就掏钱付了账，叫了辆小货车，当天下午就把这梳妆台给搬回了家。结果这梳妆台一搬进林阿莫的卧室，头一个晚上就出大麻烦了。那天晚上，林阿莫洗完澡，穿着睡衣，高高兴兴地坐在那个老红木梳妆台前面，准备擦点面霜保养一下皮肤。他的屁股刚坐到配套的那个原木凳上，双手往那梳妆台冰凉的台面上一放，就在那一秒钟，轰的一下，林阿莫本来刚刚洗完澡，神清气爽的好心情，突然之间就像是一脚踩空，直接掉进了万年冰窟窿里。他觉得心里头酸溜溜的，涌起一股极其幽怨、极其委屈的悲伤感。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抛弃了，受了天大的冤枉一样。那种悲伤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原本的情绪，可是他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控制不住的吧嗒吧嗒往下掉，止都止不住。紧接着他的脑袋开始剧烈的疼，那种偏头痛不是普通的头晕，而是就像有无数根粗大的缝衣针在狠狠地扎他的太阳穴。他痛得捂着头，直接从凳子上滚到了卧室的木地板上，在地上打滚哀嚎。他女儿当时正在客厅看8点档连续剧，听到卧室里传出那种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冲进去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看到妈妈捂着头在地上打滚，满脸是泪，以为妈妈是突发脑溢血中风了，赶紧打119叫救护车，警笛呜呜响着，连夜送去大医院挂急诊。到了医院，又是抽血
又是推进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又是量血压，折腾了大半宿。急诊室那个年轻的主治医生拿着厚厚一叠报告出来，满脸疑惑地抓着头皮说，奇怪了，林阿莫的血管干净得很，没堵塞也没破裂，血压也正常，查不出什么毛病。可能是老人家情绪太激动，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后来林阿妈出院回家，头还是隐隐作痛，越想越觉得邪门。经人介绍跑来找我看风水，他一坐下还没开口讲话，我只看了他一眼。我一看他的脸色，印堂那一块发着乌青色，两只眼睛的眼角往下耷拉，带着一股极其浓重的幽怨之气。我马上就问他，林阿莫，你实话告诉我，你这几天是不是往你的卧室里搬了什么来路不明的老物件？林阿莫一听，惊得猛一拍大腿，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前天刚从跳蚤市场买了个红木梳妆台摆在床头，我一看，既然身体上没有任何病变，那问题就出在那个梳妆台上。我跟他说，你买的那个红木梳妆台，它的上一任主人或者上上任主人绝对是一个常年抑郁，在婆家受了天大委屈，或者婚姻极其不幸的苦命女人。那个女人过去几十年肯定天天晚上坐在那个台子前面抹眼泪，唉声叹气。各位，木头是会记忆的啊，他身上的细孔把那个女人长年累月的悲伤幽怨，把那种极阴的负能量磁场全部给吸进去了。而林阿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气场比较敏感，天生带有通灵体质的人。他洗完澡，身体毛孔大开，毫无防备的坐过去，手一放上去，他的身体频率瞬间就跟那个红木梳妆台里残留了几十年的悲怨之气接通了。打个比方，这就好比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有两根频率一模一样的音叉，你敲响了其中一根，哪怕你的手根本没碰到另外一根，它也会跟着嗡嗡嗡的震动起来。我们易经里把这个叫做同气相求。林阿莫感受到的那股想死的悲伤和剧烈的头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病，那是他的灵觉在替那个几十年上百年前的古人承受情绪啊。后来我叫他回去，立刻用一块大红布把那个梳妆台死死地包起来，马上请搬家工人把它搬出卧室，要么花钱处理掉，要么就放在正中午的大太阳底下暴晒749天，把里面的阴气彻底化解掉。结果梳妆台一搬走，林阿莫的头痛瞬间就不药而愈，全好了，再也没莫名其妙哭过。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出去游玩，去到某些阴暗的老地方，或者在古董市场碰触到某些旧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会莫名其妙的发冷，起鸡皮疙瘩，不断打嗝，甚至是胸闷想吐，我警告你，这绝对不是你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这是你天生极其敏锐的灵觉在拼命保护你，是你的身体潜意识在向你疯狂拉响警报。这里的磁场太阴太重，里面有脏东西，跟我犯冲，赶紧离开。如果你有这种极其敏感的体质，听我一句掏心掏肺的劝，外头路边别人丢弃的旧家具、旧衣服，不管多新多好看，千万别贪小便宜捡回家。来路不明的古董玉器，别看便宜就乱买乱摸。荒郊野外的废弃老宅，几百年阴暗破旧的古迹，你也千万别进去凑热闹。你要是好奇心重，非要进去，惹了一身阴冷之气回来，到时候生病吃药都看不好，每天精神恍惚，那才叫得不偿失，花钱买罪受啊。老红木梳妆台的故事是不是听得大家背后又冒冷汗了？别怕，我们把那些阴冷的老物件先放一边。接下来这第5个特征，我们来讲讲活物。你仔细回想一下，从你小的时候光着屁股满街跑，一直到现在当了阿公阿嬷，这一辈子你跟身边的动物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感动得掉眼泪的奇妙缘分？你是不是有过这种感觉？你走在街上，或者去乡下亲戚家做客，有些人家里养的看门狗，平时那是凶神恶煞，见到陌生人不仅狂吠，甚至还会龇牙咧嘴的扑上来护食。可是奇怪了，那只凶狗只要一看到你走过去，不但不叫唤，反而把尾巴摇得像风扇一样，乖乖的凑过来蹭你的裤腿，甚至直接躺在地上翻着肚皮跟你撒娇。又或者你家里养了小猫小狗，你发现你们之间根本不需要用嘴巴讲话，有时候你坐在沙发上，心里刚冒出一个念头，哎呀，今天在外面受了气，心情好差，好想哭，那只平时调皮捣蛋到处拆家的狗马上就安安静静的走过来，把毛茸的下巴搁在你的膝盖上，
用那种水汪汪的极其懂事的老灵魂一样的眼神看着你。你看他一眼，他看你一眼，你瞬间就知道他想干嘛，他也完全懂你心里的委屈。现在的社会上啊，有些年轻人喜欢搞些玄之又玄的噱头，管这个叫什么宠物沟通师，还要收人家好几千块钱去上课，说能帮你跟狗聊天。在我尼医师看来，这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完全不用去花那个冤枉钱。这在我们正统易经和宇宙磁场的规律里，就4个字：同频共振。各位，你们要明白一个大道理，老天爷造天地万物，那是极其公平的。我们人类虽然是万物之灵，长了个聪明绝顶的大脑，发明了汽车、飞机、智能手机，还能写文章、算数学，但是为了发展这些后天的智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退化掉了一样极其珍贵的本能，那就是先天灵觉。可是你们看看外面的那些动物，它们退化了吗？绝对没有啊。它们不会写字，不会算钱，但它们对大自然磁场变化的感知能力，它们对危险的直觉，比我们人类强上100倍、1000倍都不止。你们看，每次大地震、大海啸来临之前，是不是老鼠先发疯一样搬家，地底下的蚯蚓全都钻出泥土，满天的鸟到处乱飞，不敢归巢？这就是动物没有被污染的先天灵觉。在我们玄学里，尤其是狗和猫，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句铁律：狗能看阴阳，猫能走2界。你晚上牵着狗去散步，走过一条空荡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的黑巷子，那条狗突然前腿死死撑住地面，刹车不走了，背上的那一排毛唰的一下全竖了起来，像钢针一样。它对着一个明明没有人的黑暗角落狂吠不止，你手里的牵引绳死活都拽不动它。为什么？因为它眼睛里的感光构造和它极其敏锐的脑电波频率，直接看到了那个角落里聚集的不干净的滞气或者是游荡的低频能量体。如果你本身就带有通灵体质，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脑电波频率是没有完全被世俗的铜臭味蒙蔽的，你的身体频率刚好介于普通凡人和灵界之间。也就是说，你的磁场频率跟动物的频率极其接近，你们的频道是完全打通的。我给你们讲个台南的真实故事，听完你们就知道动物的灵性有多震撼了。我每次讲起这个故事，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台南有个卖鱼的李阿伯，在传统菜市场摆摊杀鱼，摆了大半辈子。他没读过什么书，大字都不识几个，双手常年泡在水里，粗糙的像树皮一样。但他这个人啊，心肠特别软。菜市场里每天都有很多流浪猫、流浪狗，饿得皮包骨，到处捡垃圾吃。别人嫌他们脏，嫌他们有跳蚤，拿大扫把赶他们，拿水管喷他们，甚至拿石头砸。唯独这个李阿伯，每天傍晚收摊的时候，都会把卖剩下的小鱼小虾，还有剔下来的鱼内脏，用清水洗得干干净净，装在几个破塑胶盆里，端出去分给那些流浪动物吃。奇怪得很，那些流浪狗、流浪猫看到别人都夹着尾巴躲在发财车底下发抖，唯独看到李阿伯那辆破旧的蓝色小货车一开过来，大老远就全都摇着尾巴凑过去排站好，像见到亲爹一样亲热。有一年冬天，极其可怕的寒流来袭，气温一下子降到了10度以下，还下着阴冷的冻雨。李阿伯年纪大了，吹了冷风，突然生了重病，急性肺炎加上中风的前兆，整个人烧到了快40度，烧得迷迷糊糊的，连床都下不来，只能在老平房的家里躺着熬日子。他老婆走得早，儿子媳妇都在台北打工，一时半会请不到假，赶不回来，就拜托隔壁好心的邻居每天送口热粥过去。李阿伯生病的第3天傍晚，外面天寒地冻，下着刺骨的冷雨，邻居大姐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姜汤，打着伞跑来给李阿伯送饭。结果一走到李阿伯家院子门口，那位邻居大姐当场愣住了，手里的伞都差点掉在地上。只见李阿伯平时在菜市场喂的那6、7条流浪狗，竟然顺着气味，冒着严寒，找了足足5、6公里的路，全跑到了李阿伯家门外的铁皮屋檐底下。他们也不吵也不闹，就那么浑身湿漉漉的，在冰冷的烂泥水地里整整齐齐的排坐。最让邻居大姐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这6、7条狗全部面朝外，屁股对着李阿伯的房门，死死盯着院子外面的马路，像一支军队一样一动不动地守着。只要有一阵阴风从马路上吹过来，这几条狗就齐刷刷地压低嗓子，
发出那种呜呜的呜咽声。各位，你们听过狗哭吗？那种声音根本不是平时要饭吃的汪汪叫，那就像是人在极度压抑的嗓子哭泣一样，听得人心里直发酸，汗毛直立。这群流浪狗就这么不吃不喝，在冷雨里整整守了3天3夜，直到李阿伯吃药打针烧退了，能下床扶着墙，颤巍巍地走到门口了。那几条狗回头看到恩人没事了，这才摇摇尾巴，互相蹭了蹭，一步3回头的散开，跑回菜市场去了。后来李阿伯身体大好了，特意坐火车跑来台北看我，顺便当个奇闻异事讲给我听。他摸着头憨厚地问我，尼斯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几天没喂他们，狗肚子饿了，结伴来找我讨吃的？好，我当时一听，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李阿伯的肩膀上，我说，阿伯啊，你以为他们是来讨饭的？错了，那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灵气拿命在帮你挡煞。你想想看，李阿伯生重病的时候，那是他全身阳气最弱，身上防卫罡气破洞最大的时候。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最容易引来阴邪之气和死劫。而李阿伯因为常年心存善念，他的气场虽然虚弱，但是非常纯粹通透。动物是完全没有心机的，你身上发出的脑电波，你的善意，他们接收得清清楚楚。当李阿伯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虚弱的求救电波，被那几条受过他恩惠的流浪狗在几公里外精准地接收到了。万物有灵啊，他们冒着冻雨赶过来排排坐，面朝外发出的那种呜咽声，其实是他们聚集起自己强烈的生物磁场，在李阿伯的家门口结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他们用没退化的先天灵觉，把外面那些想趁虚而入要带走李阿伯的阴煞之气死死地挡在了门外。动物在报恩啊，他们觉得李阿伯的磁场让他们感到安全，现在恩人有难，他们就拿命来守护他。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自己从小就跟特定种类的动物特别契合，走到哪里都有动物愿意亲近你，或者在某段时期你能强烈感觉到动物想传达给你的情绪，甚至是对你的警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这具身体里的先天灵觉并没有因为岁数大了吃多了五谷杂粮而退化，你拥有一种不靠文字不靠语言，直接用神识和磁场与大自然沟通的罕见能力。这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也是你心地善良磁场纯净的最好证明。这就是典型的通灵体质特征之一。以后走在路上遇到冲你摇尾巴的小狗小猫，你可千万要珍惜这份善缘啊，说不定哪天他们就是你命里的贵人。各位，刚才讲的流浪狗报恩是不是很温暖？如果前面讲的那5条你一条都没中，但是你唯独中了这最后一条，那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更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觉得不好意思。相反的，你反而应该挺起胸膛，大家扪心自问，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对那些神神秘秘玄之又玄的事情骨子里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年轻的时候，别的小孩怕黑，别的女孩子听到鬼故事吓得捂着耳朵发抖，可是你呢？大家窝在被窝里讲灵异故事的时候，你不但不怕，反而两眼放光，兴奋的连觉都睡不着，总想探究个底朝天。等你长大了，成家立业了，你看看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全都在绞尽脑汁的研究怎么赚钱，买哪只股票会涨，怎么去百货公司抢打折的便宜货，或者是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八卦。你呢？你偏偏对这些世俗的东西提不起太大的劲，你偏偏喜欢研究算命看八字翻易经的书，甚至你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跑去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香火缭绕的老庙老古刹里。你也不一定非要求什么大富大贵，你就喜欢静静地坐在那庙里的高木门槛上，去感受那种庄严宁静，甚至是有些空灵的气氛。人家觉得那种地方阴森森的，规矩多得吓人，你反而觉得那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闻着那股淡淡的檀香味，你觉得就像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一样，心里特别踏实。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你一天到晚研究这些神鬼之事因果轮回，说你脑子进水了，太迷信了。你嘴上不反驳，但你心里却觉得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智慧比看电视上那些哭哭啼啼的8点档连续剧要吸引人100倍1000倍，你简直是如饥似渴的想去搞懂它。各位，如果你就是这种人，
我今天就在这里恭喜你了。这种特质根本不叫迷信，这叫做命带太极贵人，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讲，这叫天生道骨。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具肉体不过是一件穿了几十年的旧衣服，迟早有一天生老病死是要脱下来烧掉的。但是你的灵魂，你的神识，那是轮回过无数次的。带有这种特征的人，你的灵魂在过去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曾经接触过极其高深的修行，或者说句透底的话，你上辈子上上辈子本来就是穿着道袍披着袈裟，在深山老林里打坐悟道的高人，又或者是那种游走四方悬壶济世的道人。这就好比老天爷在你的灵魂最深处早就给你埋下了一颗充满宇宙大智慧的种子。虽然你这辈子投胎转世喝了孟婆汤，经历了这个五浊恶世，忘了很多前尘往事，但是你的神识没有忘，你的灵魂深处还牢牢记着那个高维度的频率。我给你们讲个台北陈大姐的故事，太典型了，也是很多人的缩影。陈大姐在万华那边开了一家传统的五金行，整天店里都是机油味、铁锈味。她平时要搬货，要给客人拿螺丝钉、算账，嗓门大得很，性格开朗，像个干粗活的男人婆一样。可是她有一个在别人看来极其古怪的爱好，她特别喜欢听人家讲前世今生，讲因果报应的故事。她不仅爱听，还舍得砸大钱跑去旧书摊、古董店买了一大堆风水、易经的厚厚古书。晚上到了10点，关了五金行的铁卷门，洗干净手上黑乎乎的机油，他也不跟街坊邻居去打麻将，他就戴着老花眼镜，坐就在卧室那盏小台灯底下，盯着那些像天书一样的竖排版古文看，一看就能看到半夜2、3点。她老公是个脾气暴躁的实在人，每天半夜醒来气得破口大骂，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放着有钱不赚，整天搞这些神神鬼鬼阴森森的迷信东西，这能当饭吃吗？街坊邻居都在看你的笑话。陈大姐被老公骂得极其委屈，一边掉眼泪，一边大老远跑来诊所找我。她红着眼睛问我，尼斯啊，你帮我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心里有问题，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我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去了解这些东西。我一看这些书，哪怕看不懂，我心里都觉得特别平静，特别欢喜。我当时听完，一挥手让她把生辰八字报上来，我拿毛笔在纸上一排，哎呀，我一看她的命盘，日柱上面赫然带着太极贵人，而且八字里偏印透出，极其明亮。这在古代就是天生的修行人、大医生、大风水师的极品苗子啊！我当场转过头，指着陪她来还在旁边翻白眼的老公的鼻子，我毫不客气地骂，你给我闭嘴！你老婆不仅心理没问题，她活得比你清醒100倍、10000倍。你这双凡胎肉眼，这一辈子就只看得到案板上的那几块油腻腻的猪肉，只看得到眼前的几块铜板，而她看到的是生命的本来面目，是宇宙的终极真理。我转过头，语气柔和下来，告诉陈大姐，陈大姐，这就叫做老天爷赏饭吃，是你前几世修来的深厚善根，这辈子时机到了，重新发芽了，你千万不要抗拒它，更不要觉得丢脸。所以各位，当你看到那些超乎寻常的事物，当你走到那些带有神秘磁场的地方时，你要记住，你的潜意识不是在害怕，而是在寻找。你在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你在探索宇宙生与死的终极答案。如果你也有这第6项特征，代表你的通灵体质并不是在折磨你，而是在指引你。他希望你去探索生命的另外一面，希望你看透这世俗凡尘的虚妄。如果你能把这份无与伦比的热情用在正统的易经、佛学、道家大智慧上，去参悟大道的运转规律，去修心养性，你不仅能逢凶化吉、自保平安，甚至能在这个岁数激发出极大的潜能，用这股能量去帮助身边无数迷茫、痛苦、生病的人。这绝对不叫神经病，这就叫你的天命。今天这通灵体质的6个特征，我已经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但是听完这些，你们千万不要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吓得晚上连大门都不敢出，或者觉得自己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盯上了，成天忧心忡忡的。你要是这样想，那就完全辜负了我今天花这么大功夫，费这么多口水讲这些的苦心。只要你这颗心干干净净、坦坦荡荡，你对别人有一颗悲悯之心，平时多说好话，多做好事，不去占别人便宜，你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善良和豁达，那你整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这就是天地间最强大的、最纯粹的阳气。心正则百邪不侵，心善则万事皆顺。大家都听懂了吗？最后，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在底下的留言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善语。不管你是祝愿自己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还是为家里的儿女孙辈祈福、出入平安、事业顺利，或者是简单的打上一句愿大家平安喜乐、万事如意，阿弥陀佛。为什么我要你们这么做？因为当你们都把心里最纯粹的善念、最美好的祝福汇聚在我们这个留言区时，这里就会瞬间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光明的正向磁场。凡是点进来看到你们充满善意的留言，他们本来焦躁的心就能立刻安定下来，他们就能立刻沾到这份万人祈福的强大福气，而这份福报迟早会10倍、100倍的回到你身上。最后，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正气凛然，修好这颗心，我们下次再聊。